你哈塞哟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路。最近我有在想这个开头是不是要改啦？因为开始拍 Vlog 的关系，现场越来越多人会学我讲这句话，直接变成一种社会死亡现象。而且更夸张的是，我连去酒吧，老板都会在店里放我的影片，着实是令人非常的尴尬。那我们片尾再来聊这件事情。先来介绍本周的特价游戏，第一款是《尘埃异变》，原价378，打6、7折以后只要253台币，评价是2700篇的86%，极度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6号截止。这是一款角色扮演游戏，结合魂系跟类银河恶魔城，有着跑图非常困难的要素。游戏世界中充满着畸形的生物，由各种残破的肢体组合而成，像是有着人脸的虫、墙上伸出的手，或是丢眼睛的怪物。整个世界架构仿佛是一个极大的人类残体构成。那这些生物的由来是借由吸收天息，从无机物转为成生命体，但有的人无法顺利转变，因此陷入疯狂。玩家要扮演的是一个头上有着一颗能够吞噬一切黑暗漩涡的处刑者。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，它除了可以吸道具以外，还可以利用怪物的攻击瞬间来做出反击，这样就能够提升主角各方面的能力，像是生命、体力、敏捷跟力量等等。关卡的设计上有很多高难度的平台跳跃，不过死亡只会中断连续击杀，不会掉魂，但是地图很难跑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挫败感。武器跟防具的种类非常多种，大多是由生物所组成，像是爪剑、蜈蚣鞭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些东西都非常难取得，操作起来也没有巨幅的差异，但是机制上还是有差啦，像是单发的伤害很高，或者是比较着重连击的部分。另外一些比较让人不满的点就是传送点非常的稀有，有的甚至要击杀 BOSS 以后才会开启，所以跑图的时间会占到游戏将近总时数的一半。撇开以上几点，打击感、画面跟很难升的天赋系统都做得非常优秀。你要玩出不同的流派，做出属于自己的 build 也是 OK 的。如果你是平常就有在接触这类游戏的玩家，我会非常推荐。没有的话，就要看看它有没有在更低的价码再考虑入手会比较好。汽车修理工模拟器2021原价378，打65折以后只要245块台币，评价有超过16000篇的95%，压倒性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10号截止。那这款就是玩家要在里面扮演一名汽车维修厂的技师兼老板，透过修理车辆、跑漆或是转卖二手零件等等商业手法，从简陋的车库开始扩大自己的公司。游戏中有超过72种不同的车款，你以为很少吗 ？No， 它有超过4000样不同的汽车零件。如果你对这方面的维修不了解，那它有新手教学，让你知道如何使用汽修相关的工具，像是轮胎拆卸机、平衡机、排水工具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建造翻新台、操作台、车身维修站等等设施，也有许多技能，像是快手、手臂、鹰眼，增加玩家在游戏内修理汽车的能力。步骤繁多，让整个游戏变得非常的逼真。不过也因为这个特点，让很多新手玩家都超级苦恼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很讲究，像是零件非常多，还需要照顺序拆解，一个拆错整个重来。总体细节是做得非常的好，适合有耐心且热爱玩车的玩家们。如果你不喜欢，学点修车技术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潜渊阵原价399，打2折以后只要79块台币，评论有28000篇的93%，极度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11号截止。它是一款结合外星海怪、团队合作与生存恐惧等等众多要素的拟真潜艇探险游戏。剧情讲述人类在未来跑往了一颗叫做欧罗巴的木星卫星，含有辐射的冰面让生命只能在冰冻地表下的海域生存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探险，找到一块能够适合人类生活的区域。这款不只能单人游玩，还最高支援16人共同合作。游戏角色有点像是中国传统剪纸艺术风格，内容非常丰富，特别是分工的地方做得很精细。一共有6种职业，包含舰长、工程师、技工、军医、安全官和助理，每个人都有各自专属的技能，其他职业无法替代。像是潜艇上的机械故障，或是外壳破损，出现橘或红色的警报，这时候只有技工能够搞定。那因为潜艇跟地形或是大型怪物之间的碰撞造成船员受伤，这时候也只有军医能够治疗病患。工程师则是要解决电器设备等等问题，安全官就负责消灭怪物，助理就是打杂的，什么都要做。而舰长的权力最大，可以对船员们发号施令和控制潜艇移动。那潜艇这块呢，也是可以自由打造，像是你要高负载能力的大型潜艇，或是不进行人员过边，开着一台小车，高速移动都是 OK 的。那里面要面对的东西五花八门，还有能让船员变成僵尸的元素，更别提那些超弩级的怪物了。每一次的遭遇战都会让你非常的苦手。想要考验朋友之间的合作能力的话，趁现在打2折，一起拉着他们入手吧，非常便宜。铁尾传奇原价499，打35折以后只要174块台币，评价是4700篇的89%，极度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5号截止。先跟大家抱歉啊，因为出差的关系，所以拖更了，害这款游戏没有办法用便宜的价格买到。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先加入愿望清单啊。那它是一款以2D 手绘风格呈现的动作冒险 RPG， 故事背景设定于晦暗的大地，在这个地方战争连连，烽火不断。玩家要扮演的是蜀王的后继者瑞基，为了收复王国，要驱逐无情又凶残的蛙族，并与他们的领袖展
展开战斗。在旅途中，玩家会遇见一群助你一臂之力的老鼠伙伴，还会遇到青蛙、僵尸、巨大的蛆虫之类的危险动物。战斗的部分就采用横向卷轴的类型，武器没有到很多样，主要像是斧头可以造成重击、迅捷灵敏的长矛，或是几乎每个 RPG 都会有的远距攻击弓箭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可以透过食谱来制作料理，也可以透过收集蓝图打造更强力的装备，提升玩家跟伙伴之间的战斗力，带领老鼠们推翻这群青蛙，重建自己种族的王国。一般的情况不会太难，但是你要选择困难模式的话，就会直接吐血。AI 的强度会大幅的提升，对你见招拆招，连格挡都不太有用。地图有少许的隐藏要素，那大部分的支线任务都有新的 BOSS 可以挑战。原价买的话有一点贵，比不上空洞骑士，但是174的话就变得超级值得。乡村狂想曲原价94，打89折以后只要84块台币，评价是7200篇的96%压倒性好评，促销到2月6号截止。为什么折扣这么少还要拿出来讲呢？懂的都懂。它是一款农业模拟角色扮演游戏，主角是一个参与新农村大建设的有志青年，回乡下种田过暑假，顺便运用自己会的技能，满足当地乡民的各种需求。游戏一开始会发一套不会损毁的农业工具，并开始一本正经的教导你如何种田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用游戏内基本的金钱购买种子，然后产地并埋下，日日去帮他们浇水，就可以等待时机收成农作物，最后再卖给庄稼。虽然经济这一块如此简单啊，但大多数玩家绝对志不在种田，而是在刚刚提到的村民的需求。完成他们的任务会提升好感度，还能拿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奖励。上升到一定的程度，就会触发一些事件，角色很多，不论是小妹妹还是村长夫人，甚至有拟人化的乳牛、蛇精等等，都是可以攻略的。不过这款游戏追根究底啊，还是一款全年龄向的种田游戏。你想玩点 bonus 的话，就要评论区找一下补丁。超次元游戏战机少女重生1，原价268，打35折以后只要93块台币。Steam 的评价是9600篇的94%，极度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7号截止。它是一款角色扮演游戏，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由4位女神所守护的异世界，为了争夺统治权而引发了女神战争。其中一位女神，也就是我们的主角尼普提努，也因此是从天界坠落并丧失了记忆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踏上周游下界4个大陆的旅程，并结束这一切。剧情采用2D 立绘搭配对话框的电子小说方式呈现，在主线也都有语音的搭配，算是相当的有诚意。另外战斗的方面，采用传统的回合制，并融合了走位、技能范围与攻击连击系统等要素。每位角色都有固定的移动距离以及攻击范围，会依据装备或是技能而有所改变。这类的设计让回合制都变得比较丰富，还融入了世界观，让角色可以女神化，提升各方面的数值，进而取得胜利。另外这款游戏有3个结局，会依据剧情中各个国家的信奉指数而有所改变。那这个绘师也是行走多年了，如果他的作品你还没有收起的话，趁这波打折赶紧入手吧。拉比里比原价600，打33折以后只要204块台币，在 Steam 上有的9000篇的97%压倒性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7号截止，算是一款由香港开发跟台湾工作室合作的2D 横向卷轴动作冒险弹幕游戏。当年我还是买盒装版的入手，超级怀念。玩家在游戏内扮演的主角艾丽娜，本来是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普通兔子，某天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人类兔女郎。不知所措的你，不仅要适应新的身躯，还要寻找回家的道路。在过程中遇到了小妖精碧波，并结伴同行。战斗方面，武器主要是一把玩具锤子，以近战为主，而小妖精则是会发射光束，属于远程攻击。地图是一个广域的非线性区域，共有9个大型区块，玩家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自由探索。不过初期还是有些地方是无法通行的，需要取得特定道具或是2段跳、滑行等技能才能通过。另外玩家可以自由选择难度跟不同的模式，像是简单受到的伤害微乎其微，困难则是会弹幕增加。Boss Rush 就是单纯打王房 ，Speed Run 则是方便玩家挑战快速通关。虽然故事剧情跟人物的刻画方面有点薄弱，但扎实的游戏内容与刺激的战斗仍然是值得玩家们去尝试。新次元游戏《战机少女 VII》原价318，打3折以后只要95块台币，评价是2600篇的95%压倒性好评，促销到2月7号截止。它是一款角色扮演游戏，为《战机少女》系列的第10部正片。VII 在罗马数字里面代表数字7，不过这个游戏名啊其实是 Victory 2的意思。这次的剧情主要分成3大章节，分别是0次元、超次元、新次元。主要讲述的女主角涅普迪努和涅普基亚不小心误闯了异次元，巧遇了掌管0次元的女神天王星，3人同心协力要来击败来者不善的黑暗女神。战斗系统和前作大同小异，一样是回合制，并且角色能够搭配走位来进行闪避，也是以连续攻击为主，技能为辅的战斗模式。同样也可以女神化，甚至新增到了2段变身。那这次还新增了部位破坏的系统，会降低敌方的防御，并有机会获得额外的奖励。除此之外，也有拓展路线、都市投资、见闻者等等全新的功能。这次的剧情比较有深度，在主线里面比较难看出反派到底是哪些人，一定要玩到后期才会显现出来。所以这个版本东西比较多，我是非常推荐。
莫塔之子原价378打3折以后只要113块台币，评价是12000篇的90%，极度好评，特别促销到2月7号截止。这是一款像素 roguelike 的动作 RPG， 剧情围绕着伯格森家族，讲述了一家齐心对抗腐化的故事。每个人都有情感上的优缺点，随着冒险，一家人也会有不同的成长。那游戏有着非常特殊的家族系统，角色之间都有相互影响的羁绊，总共有6位成员。起初玩家能够操控的只有父亲跟姐姐，随着死掉的次数，陆续会解锁另外4名角色。那每一位人物呢，都有不同的能力跟职业。父亲就是一名战士，姐姐就是一位弓箭手，还有弟弟刺客，妹妹火魔法师，格斗家哥哥和狂战士表哥。除了自身的专属技能以外，还有影响全家族的被动技能，提供 buff 给整个团队。另外，太常使用同一位角色会导致疲劳，这时候做更换就可以回复。那战斗的部分采用的是俯视角，进入地层会获得许多道具跟技能，击败 BOSS 也可以开启新的剧情跟区域。死掉虽然会失去大部分身上的道具，但金钱、等级还有技能都会保留。这款游戏的角色平衡做的是不太好啊，妹妹根本就是官方的亲女儿，强度吊打家族的其他人。不过游戏的画面跟音乐还是做得非常棒 ，BOSS 也很有挑战性，想体验的玩家可以趁这波3折购入。最后一款是 One Finger Death Punch 2， 原价152打25折以后只要38块台币，评价是3300篇的96%，压倒性好评，促销到2月7号截止。虽然表面是款格斗游戏啊，但其实它是一款 in game 游戏的主角是一只火柴人，在关卡中左右两旁会有排山倒海的敌人向你袭来，一旦他们进到你的攻击范围，按下对应的方向键就可以使用帅气的连招打趴对手。在2代新增的暗器玩法，当敌人的东西飞过来，你可以选择弹开、接住，甚至是反击都 OK。游戏有着多样的武器跟技能，战斗画面会让玩家眼花缭乱，但是玩法非常简单，只需要用滑鼠的左右键，所以手残的玩家们不用担心。总体来讲，算是一款品质不错的小游戏，虽然里面有很多模式，但是玩法的差异性都不大。如果你喜欢爽快的打击馆，那这款非常推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10款本周的游戏特价。那再次抱歉啊，因为我拖更的关系，少了一款好的游戏可以用便宜的价钱购入。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，3不5时就要南北跑。为了缓解职业倦怠，还常常跑去喝酒，认识一些新的人，排解一下心情，甚至还去学了长久以来一直想摸的爵士鼓，也有跑去找一些实况组朋友一起打游戏。只是我觉得很奇怪，这些人，酒吧老板在他的店里音乐不播了，直接播我的影片，然后他的员工出门买菜回来又再播一遍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麋鹿，不要再这样子搞了，真的很尴尬。平常我妈会拿着我的片到处播就算了，连实况组也学，现场直播几百个人在那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麋鹿。吐血，所以在此募集新的开场白，麻烦大家留言了。另外就是我的副频道那边有开始在上一些短片类型的 Vlog 了，有兴趣也可以订阅一下。最近一支片就是电玩展的一些妹子。那么我是麋鹿，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안녕하세요，不要再弄了。